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状态回春，陆央视5·4晚会视频少女感十足，已开始筹备新剧。赵丽颖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，除了一半的努力，还有一半则是父母给了一副好皮囊。她的长相在娱乐圈内还是比较有特点的，拥有标准的直鼻，额头苹果肌饱满圆润，非常的减龄，比起很多的女明星也要接地气得多。可以说骨香皮香都非常优越，所以既可以演傻白甜，也可以演女将军。加上她的性格较直不做作，演技又可圈可点，所以即便是没有后台的帮衬，赵丽颖也从一个小透明一步步成为了当红女星。相信很多粉丝对于赵丽颖都是始于颜值，忠于才华，因为赵丽颖原本就是出身于河北的一个小农村，所以一开始也有很多人说赵丽颖土，穿衣打扮完全没有气质。不过伴随着人气越来越高，赵丽颖的时尚感也越来越突出了。在离婚后，赵丽颖的状态似乎又回来了，不仅事业心加强，整体风格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，愈发的有女性魅力了，并且戏路也在扩宽，慢慢实现转型。近期赵丽颖和工作室的营业也比较频繁。4月25日，赵丽颖为森林草原防火季录制的宣传视频中，赵丽颖一身白色衬衫搭配黑长直，整个人知性沉稳，面部妆容也十分精致，脸上似乎也看着有些薛杉杉时期的感觉了，元气十足，状态很好。而在5月1号工作室公开赵丽颖本月行程的视频中，赵丽颖单手耍花枪的样子也令不少网友感到惊喜，没想到赵丽颖还有这个技能。另外，视频中还记录了赵丽颖练一字马、拉伸等体能训练的状态。作为一个没有舞蹈功底的人，劈叉能做到这个程度也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练成这样。据悉，赵丽颖的新剧《与凤行》还有1个多月就要开机了，想必这次体能训练也是在为新剧做准备。赵丽颖真的好自律，这部剧争议一直蛮大的，就粉丝这一关，大家并不希望赵丽颖再拍古偶，本来就有转型的架势了，怎么一回头又扎进了古偶堆，这怕是对赵丽颖的事业没有任何好处。赵丽颖近日也说了自己想找古装的感觉，所以这次她才会如此下力，力求以最好的状态去对待新角色，用行动和实力去消除大家内心的质疑。话又说回来，现在的剧本无非就是古装与现代，不能说赵丽颖回来拍古装就是转型失败了，只要剧本好，有突破，就是在进步。再者，这回2度合作零更新，从楚乔传至今，也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他们呢？不努力不行啊！另外，赵丽颖有可能会参加央视5·4青年晚会，不少嘉宾以短视频的方式阐述了自己对青春的理解，赵丽颖也不例外。她的青春关键词是自律，不拖延，不懈怠，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，都要在自己的领域里闪闪发光。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赵丽颖身穿白色旗袍，妆容十分精致，可以说状态回春，少女感十足，同时又多了几分知性和稳重感。不少粉丝在底下留言说姐姐这次妆感太好看了，比之前的妆容显年轻得多，并呼吁工作室将这次的化妆师留下，颖宝的美貌终于又回来了。央视5·4晚会目前还未正式官宣，赵丽颖去不去还不清楚，不过节目也应该是录播，不可能直播，毕竟疫情不允许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赵丽颖、陈伟霆时隔多年再次同框，这是谁的 DNA 又动了？近日，赵丽颖和陈伟霆共同现身 UP 青春节目录制现场，这是2人时隔多年后的首次同框，网友直呼这是张大佛爷和他的隐心月啊！是谁的 DNA 又动了？陈伟霆身穿一套灰色西装，干净帅气，对着镜头露出他那招牌式的迷人微笑，看起来还是和几年前没有什么差别啊。唯一的不同就是晒得稍微有点儿黑，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录制综艺节目一起露营吧的后遗症，而赵丽颖的变化似乎有点大，比起6年前，明显成熟了不少。陈伟霆、赵丽颖这对古早 CP 因合作老九门而被观众熟知，更是被粉丝们亲切地称呼为启岳夫妇。剧中陈伟霆饰演的军官张启山，英俊潇洒，霸气十足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更是受到了无数女性观众的喜爱和追崇。而赵丽颖在剧中饰演的则是一个甜美可爱、聪明、勇敢追爱，还时不时犯点花痴的小姑娘。特别是当剧中的尹新月初次见到张启山时，那对忽闪着的不灵不灵的星星眼，看得屏幕前的观众一脸姨母笑，直呼过瘾。两个人在剧中的互动更是甜得像蜜里调油似的。尹新月这个月色满足了无数女性观众的少女心，给老九门增色不少。当时无论是陈伟霆还是赵丽颖，都是处于事业的上升期，两人不仅戏里甜蜜互动，戏外宣传时也非常的尽心尽力。从快乐大本营到风味，只要有他们两个人在的地方，画面中都充满了粉红泡泡。继老九门之后，两人又一起合作了《蜀山战记》，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，以至于当时网上关于两人是否在一起的绯闻满天飞。不过后来的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，之后两人都忙着各自的事业，同框的画面慢慢减少。后来赵丽颖与冯绍峰结婚又离婚，而陈伟霆则与何穗传绯闻。尤其是近些年来，赵丽颖凭借《楚乔传》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《有匪》等多部大热影视剧成功跻身一线女星行列，而陈伟霆这几年来似乎没有什么大热作品，大家对于他的印象始终停留在佛爷阶段，除此之外，就只知道他是一个热衷于健身的健身达人。两人事业上的差距越来越大，虽然有不少粉丝还是期待陈伟霆和赵丽颖能够再次搭档，但如今咖位的不同，这两人要想三搭基本是不可能的。时隔这么多年，现在看来，启岳夫妇的热度依然很高。不过，大家还是磕磕过期糖就好了吧。至于他们本人，还是希望他们在娱乐圈能够各自发展得越来越好。最后，希望陈伟霆能够努力点，争取有机会能够让粉丝们在荧幕前再次看到两人同框，或许是老九门2。总之，一切皆有可能。有匪中的情谊，周翡和谢允的双向奔赴，使更多人看到了真情。赵丽颖、王一博新剧《有匪》由赵丽颖、王一博、张慧雯、周洁琼、孙坚等主演的《有匪》真的是越看越上头。当2刷甚至是3刷的时候，更能发现其中的一些细节之处，令人深思。在江湖侠义面前，南刀李征绝对是代表人物；在道义面前，不为情所动，不为情所迷。哪怕是自己的妻子已去世多年，面对枯荣手段九娘的告白，依然是保持距离。从后面段九娘向周翡介绍自己，说她是周翡的外婆的时候，也足以说明这一点。不过，这也充其量是段九娘的自作多情，在李征心中，段九娘不过是自己的一个红颜知己。然而，在新一辈的后起之秀面前，周翡和谢允之间的感情，面对感情上，他们更是能够以李征为荣，并没有那么多的三角、四角恋。他在逃跑，他却为他而来。谢允因为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，他拼了命的跑，是想着离周翡越远越好，哪怕是一辈子不再见面，只要他过得幸福，足矣。不过，从这一点上，谢允却小看了周翡。转眼间，周翡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，哪怕他化妆成千岁优的模样。对于周翡来说，当他找寻到谢允的那一时刻，别提心里多高兴了，如同多日不见的恋人一般，恨不得直接抱起来举高高。但是谢允却说：“你这样突然出现，胜之不武，让自己再逃一次。”不得不说，这个时候的谢允脑子有点不好使。当然，
这样的理由，作为观众是能够明白的。他只是不想自己连累周斐，也不想让自己不堪的模样暴露在他面前。透骨青之毒不是一般的解药说解就能解的，因此他只好逃，哪怕是自己静悄悄地死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，就如同自己从来没有来过一样。他却不知道，这一次周斐是专门为他而来。他为他而来，因为周斐找到了解毒的办法。海天一色作为江湖中最具神秘色彩的彩蛋，当谢允听说周斐也在寻找海天一色的时候，他是急血攻心。他的第一感觉是周斐何时也那么的功利了？因为在江湖传言中，海天一色是包含巨大宝藏的不祥之物。不过这次是谢允错了，因为周斐寻找海天一色是为了要王静，那里边包含了能够治疗透骨青的方子。可是谢允却告诉他，海天一色并不是什么丹药，就算是里边有丹药，早已经过期。在这个时候，谢允还是拒绝周斐的。当周斐知道谢允是为了救自己，使用推云掌而引发透骨青之毒时，他的心中是恨不得自己死掉，也不想让他因为这个而令自己毒引发。谢允也只是冷冷地告知，他也只是想还当时在黑牢之时，他对他的救命之恩，如今也算是扯平了。他救他，都是他心甘情愿的，与他无关。谢允之所以表现得这样的无情，他只是不想连累他，更不想他为了自己去冒险。明眼人都知道，这一切就是与他有关，更是有爱情有关，因为他就是为了他而来，带着生的希望而来。他舍不得，他更舍不得。周斐听着谢允的忠言，尽管他心中有怒火，但是眼圈中还是浸满了泪水。他明明知道是他在敷衍他，但是他也知道他有他的不舍的。其实谢允此时也是十分的害怕，他真的害怕他就此转身离开，那样他会后悔，甚至是悔恨一生。他舍不得他，他更舍不得他。谢允的所作所为让他明白了一切。当他转身离开的时候，谢允却下意识地去拉住了他的胳膊，从这一点就看出他对他的情有多深。当然，当周斐从霓裳夫人那里借来天门锁之时，注定这把锁锁住了谢允的人，也锁住了谢允的心。天门锁就如同同心锁一般，不是你想打开就能打开的。种种的过往，从周斐在谢允的笛子上刻满了小乌龟之时，甚至在谢允的脸上画上那个大乌龟之时，处处都写满了爱与爱的味道。不得不说，赵丽颖将周斐这个角色演绎得入木三分，一颦一笑之中都充满了魅力。而王一博饰演的谢允，更是深深地抓住了周斐的心，两个人的搭档真的是珠联璧合。